第4章，内德兰德。法拉格特司令是一位出色的海军军官，与他指挥的这艘护卫舰相得益彰，舰与人合二为一，他是舰船的灵魂。对于那头鲸类的问题，他没有丝毫怀疑，也不允许船上有人讨论这头动物是否存在。他相信它的存在，就像一些虔诚的妇人相信利维坦一样，是出于信仰，而非理性。怪物确实存在，他已立誓要将其从海洋中清除。他就像一位罗德岛骑士，一位歌颂的狄厄多内，前去迎战那条蹂躏他岛屿的巨蛇。要么法拉格特司令杀死独角鲸，要么独角鲸杀死司令，没有中间选项。船上的军官们都赞同他们长官的看法，只听他们不停地交谈、辩论、争论，计算着遭遇的各种可能性，并观察着广阔的海洋。许多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诅咒这样的任务，但现在却自愿在桅杆顶端的瞭望台上值班。当太阳在空中划过弧线时，桅杆上总是站满了水手，他们的脚被甲板烫得难以忍受，却依然坚守岗位。然而，亚伯拉罕·林肯号的船头尚未劈开太平洋那令人不安的海水。至于船员们，他们只渴望一件事：遇到独角鲸，用鱼叉插中它，把它拖上船，然后将其切割分解。他们以一丝不苟的注意力审视着大海。此外，法拉格特司令还宣布悬赏$2000，奖励给第一个发现那头怪兽的人。无论是见习水手、普通水手、水手长还是军官，读者可以想象，亚伯拉罕·林肯号上的人们是如何瞪大眼睛观察的。我本人也不比其他人差，每天都尽职尽责地完成我的观察任务。这艘护卫舰完全可以改名叫阿尔戈斯号。在我们所有人当中，只有孔塞伊对这个让我们激动不已的问题表现出冷漠，与船上普遍的热情格格不入。我说过，法拉格特司令为他的船精心准备了捕捉那头巨型鲸类的特殊装备，没有哪艘捕鲸船能武装得更好了。我们拥有所有已知的捕鲸工具，从手头鱼叉，到短炮发射的带齿箭头，再到猎枪发射的爆炸弹。前甲板上架设着一门经过改良的后膛炮，炮管壁厚，口径窄，其模型想必会出现在1867年的世界博览会上。这件珍贵的美国造武器能毫不费力地将一枚4公斤重的锥形炮弹发射到16公里远。因此，亚伯拉罕·林肯号不缺任何毁灭性武器，但他拥有更好的武器，那就是内德兰德，鱼叉手之王。内德兰德是加拿大人，有着非凡的技巧，在他那危险的行当中无人能及。他极灵巧、冷静、胆识和狡黠于一身，得是非常机警的鲸鱼或特别狡猾的抹香鲸才能躲过他的鱼叉。内德兰德大约40岁，他身材高大，超过6英尺，体格强壮，神情严肃，不爱交际，有时性情暴烈，被人惹恼时会非常愤怒。他的外形引人注目，尤其是他眼神的力量，使他的面容格外突出。我认为法拉格特司令雇佣这个人是明智之举，光凭他的眼力和臂力，就抵得上全体船员。我只能将它比作一架强大的望远镜，同时又是一门随时准备发射的大炮。说到加拿大人，就意味着是法国后裔。尽管内德兰德沉默寡言，但我必须承认，他对我有几分好感。很可能是我的国籍吸引了他，这让他有机会说，也让我有机会听，那种在加拿大某些省份仍在使用古老的拉波雷时代的法语。这位鱼叉手的家庭来自魁北克，在那个城市还属于法国的时代，他们就已经是一个勇敢的渔民部落了。渐渐地，内德兰德喜欢上了和我交谈，
而我也乐于倾听他讲述在极地海洋冒险的故事。他以自然的诗意讲述他的捕猎和战斗经历，他的叙述带有一种史诗般的气质，我仿佛在聆听一位加拿大河马吟唱着极北地区的《伊利亚特》。我描述的这位勇敢伙伴，正如我现在所了解的他，我们成了老朋友，那种在最可怕的境遇中诞生并得以巩固的永恒不变的友谊，将我们连结在一起。啊，我亲爱的内德，我只希望能再活100年，好更长久地记住你。那么，内德兰德对这海怪问题持何看法呢？我必须承认，他几乎不相信独角鲸的存在，并且是船上唯一不认同普遍看法的人。他甚至避免谈论这个话题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觉得有责任就此事探问他。那是在7月30日一个美丽的下午，也就是我们起航3周后，护卫舰正位于布兰科角附近，距离巴塔哥尼亚海岸30英里。我们已经越过了南回归线，麦哲伦海峡就在南方不到700英里的地方。不出8天，亚伯拉罕·林肯号就将航行在太平洋的海面上了。我和内德兰德坐在后甲板上，谈论着各种话题，凝视着那片神秘的海洋，其深处至今仍是人类目光无法企及的地方。我很自然地将谈话引向了巨型独角鲸的话题，并分析了我们这次远征成功或失败的各种可能性。然后看到内德兰德任由我讲，自己却很少插话，我便更直接地问他：内德，你怎么能不相信我们正在追捕的这头鲸类存在呢？你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如此怀疑吗？鱼叉手看了我几秒钟才回答，他习惯性地用手拍了拍额头，闭上眼睛，仿佛在集中精神，最后说道：也许有吧，阿隆纳斯先生。可是，内德，你是一位职业捕鲸人，熟悉大型海洋哺乳动物，你的想象力应该很容易接受存在巨型鲸类的假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本该是最不应该怀疑的人。您错了，教授。普通人相信穿越太空的奇特彗星，或者相信地球内部存在史前怪物，这没什么。但天文学家或地质学家是不会接受这种空想的。捕鲸人也是一样。我追捕过很多鲸类，用鱼叉叉中过很多，也杀死过一些。但无论它们多么强大，装备多么精良，它们的尾巴或牙齿都不可能刺穿蒸汽船的钢板。然而，内德，人们提到过有船只被独角鲸的牙齿从一侧完全刺穿。木船，也许吧，加拿大人回答，而且我也从没见过。所以，在有相反证据之前，我否认鲸鱼、抹香鲸或独角鲸能造成那样的破坏。听我说，内德。不，教授，不，什么都行，就是这个不行。也许是一只巨型章鱼。更不可能了，内德。章鱼是一种软体动物，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了它肉体的柔软。即使章鱼长达500英尺，它也不属于脊椎动物门，对斯科舍号或亚伯拉罕·林肯号这样的船只来说是完全无害的。因此，必须将克拉肯或其他此类怪物的传说归为无稽之谈。那么，博物学家先生，内德兰德带着一丝嘲讽的语气说，您仍然坚持认为存在一种巨大的鲸类动物吗？是的，内德，我向您重申，基于事实逻辑得出的信念使我坚信，存在一种体型结构异常强大的哺乳动物，它属于脊椎动物门，就像鲸鱼、抹香鲸或海豚一样，并且装备着一种具有极强穿透力的角质长毛。哼，鱼叉手摇着头说道，一副不愿被说服的样子。您想想看，我亲爱的加拿大人，我继续说道，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动物，
如果它栖息在海洋深处，如果它活动在海面下数英里的水层中，它就必须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坚固构造。为什么需要这么强大的构造？内德问道。因为需要难以估量的力量才能停留在深层水域，并抵抗那里的压力。真的吗？内德说着，朝我眨了眨眼。千真万确，几个数字就能轻松证明这一点。啊，数字，内德回答，人们可以用数字随心所欲。在生意场上是这样，内德，但在数学中不行。听着，我们假设一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32英尺，约9.75米水柱的压力。实际上，水柱的高度会更小一些，因为这是海水，密度比淡水大。那么，内德，当您下潜时，每下潜32英尺，您的身体表面每平方厘米就要承受相当于一个大气压的压力，也就是大约1公斤的压力。由此可知，在320英尺，约97.5米深处，压力是10个大气压；在3200英尺，约975米深处，是100个大气压；在32000英尺，约9750米，近2海里半深处，是1000个大气压。这等于说，如果您能到达海洋的那个深度，您身体表面的每1平方厘米都将承受1000公斤的压力。那么，内德朋友，您知道自己身体表面有多少平方厘米吗？我不知道。大约17000平方厘米。这么多？而且，由于实际大气压略大于每平方厘米1公斤，您那17000平方厘米的体表此刻正承受着17568公斤的压力，而我却没有察觉到。是的，如果您没有被这样的压力压垮，那是因为空气以同样的压力渗透到您体内，这样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达到了完美的平衡，相互抵消，使您能毫不费力地承受。但在水里情况就不同了。是的，我明白了，内德回答道。他变得越来越专注，因为水包围着我，但并没有渗透进来。正是如此，所以在水下32英尺处，您将承受17568公斤的压力；在320英尺处，承受10倍于此的压力，即175,680公斤；在3200英尺处，承受100倍的压力，即1756800公斤；而在32000英尺处，承受1000倍的压力，即17568,000公斤。总之，您会被压得像刚从液压机里取出来一样扁平。见鬼！内德说道。那么，我亲爱的鱼叉手，如果存在长达数百米、宽度也成比例的脊椎动物，它们生活在这样的深度，它们的体表面积达数百万平方厘米，那么它们承受的压力就必须以数十亿公斤来计算了。现在您计算一下，它们的骨骼需要怎样的抵抗力，它们的机体需要怎样的力量，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？它们一定是用8英寸厚的钢板造的，就像装甲护卫舰一样。内德兰德回答道。您说对了，内德。现在再想想，如果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以特快列车的速度撞向船壳，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？是，确实有可能。加拿大人回答道。他被这些数字震撼了，但仍不想认输。那么，我说服您了吗？您说服了我一件事，博物学家先生。如果海底存在这样的动物，它们必定像您说的那样强壮。可如果它们不存在呢？我固执的鱼叉手，您又如何解释斯科舍号发生的事故呢？也许，内德犹豫着说。说下去，因为那不是真的。
加拿大人回答道，在不自觉中重复了阿拉哥那句著名的回答。这个回答除了证明鱼叉手的固执之外，什么也说明不了。那天我没有再逼他。斯科舍号的事故是无可否认的，那个洞确实存在，因为他们不得不把它补上。而且我相信，一个洞的存在性没有比这更确凿的证明了。既然这个洞不是自己形成的，又不是由水下礁石或水下机械造成的，那就必然是某种动物的穿刺武器所致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基于以上推导出的所有理由，这种动物属于脊椎动物门、哺乳纲、鱼形亚纲，最后归于鲸目。至于它属于哪个科，是鲸科、抹香鲸科还是海豚科，哪个属，哪个种，那是以后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必须解剖这个未知的怪物。要解剖它，就必须捕捉它。要捕捉它，就必须用鱼叉叉中它，这是内德兰德的事。要用鱼叉叉中它，就必须看见它，这是全体船员的事。而要看见它，就必须遇到它，这就要靠运气了。